A tea leaf, carrying the breath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mirrors the shadow of time. From Townsong Grace to Minqing Street, from industrial road to digital clamor, tea remains a bridg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 philosophy that questions life. In this cup of tea, not only do we see its amber hue, but also witness how seasons roll and wane. As fingertips swipe across screens, information surges like a tidal wave. Efficiency becomes a yardstick of life. Data seeps in every urban crevice. This is the age of consumption frenzy.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shifted consumption from survival to quality. The wave of consumption upgrade sweeps all realms. Tea is also included.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解释得非常好，国盛茶香。其实你去面对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喝奶茶了，对吧？那最起码他已经不喝咖啡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文化正在自信。那文化自信的背后是什么？是国家正在强大。想问一下，您平时喝茶吗？喝茶，喜欢喝那个安溪我老家的铁观音。立顿的各种冷泡茶，包括像什么茉莉啊、绿茶、红茶都喝。很少，但是喝奶茶。应该是刻在骨子里面的 DNA 吧，大家都会比较偏好喝茶，这是民族特性。你看，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歌酒茶，茶都是最后一位，对吧？那么也就是当我们的经济要达到一个鼎盛时期的时候，所有人都满足前面的条件之后，他才会去追茶这种文化。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爱喝茶，偏年轻化，越来越年轻化了。一种对中国文化传承嘛，特别是新中式茶饮的兴起啊，还有各种奶茶的兴起啊，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有人们接受它、看到它。茶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东西，它从古到今，它都是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说它突然的出现，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它只是一个传承和一个古老的和现代的一个交融而已。When sugar and dopamine became modernity's currency, tea shed its bitterness trapped in cheese foam and cream. Hei tea, cha ji, and charming tea,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ntwine, blurring tea's boundaries, redefining it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未来来讲的话呢，它是一定是多元化的。茶文化这个部分，不是说我现在今天在这里坐着，然后泡着我们功夫茶，就只有这种茶文化而已，而是要多元的文化。喝奶茶也是一种文化，喝调饮茶也是一种文化，喝代泡茶也是一种文化，只是不同的人的需求而已。Tea spaces, living an overworking life between concrete and grind, tea craves a shine. In here, culture is both preserved and reinvented. A beam of light, a table, a cup of tea, and a piece of leaf whisper the story of tea.Tea store 的出现，就你能看得到，我们会去新的一个茶馆，有那么多人去喝，而且老的茶馆他们也该去想想，我们这个传统的茶馆要怎么去转型，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去学习、互相去融合的一个状态。空间的出现，其实就是让人们喝茶从口感上的体验，转向文化上的认知。就是相对于传统的那种茶而言，年轻人更加被这种茶空间的环境和氛围所吸引，可以跟朋友啊、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然后来这儿聊聊天什么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所。
Here, young folks come to photo check-in and post online. Yet in Sipin, the tea's warmth stirs them awake. Tea spaces are not just a room for drinking tea, but a place of stillness for souls. 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综合体文化。我们在泡茶，不只有茶。如果我今天穿衣服是一个我用我们当地潮州潮绣出来的衣服，包括我们桌面是中国传统的大漆。每个人看我在泡茶，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它生活的方式的背后又可以融合多种文化去进行一个联名跟破圈。Tea shatters barriers, marrying art, fashion, and brands. Each collaboration that calls tea's Asian DNA in youthful language, transforming it from nostalgia level into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chic. 比如说我用护手霜，它就是带这种茶的味道、茶香的。然后还有我平时喷的那个阿玛尼的香水，然后也会带有这种茶香调。包括还有这种瓶装茶，什么三得利啊，然后东方树叶这种都很火。To meet mass demand of tea supply, tea production leans into industrialization. Bottled teas, tea bags, and all sorts of tea drinks have fulfilled the need for fast-paced society. However, when tea flows into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achines start to devour leaves, the battle of capital and culture is beyond tea itself. 好的影响是能觉得会更新式一点，可能更多年轻人能接受，但是不好的就是有很多奶茶店已经完全不用茶了，会失去对茶的传播。就大家看到的那个叫霸王茶姬，它茶多酚是真的是有点超标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达到什么标准。茶饮品做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去走向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道路，因为它要大规模生产、大规模供给，这样才可以量产，然后还可以标准化。它会一直降低生产水平的要求，因为喜茶或者新茶饮，他们对原料的品质并不会有太高的要求，它的要求是成本必须低。然后有些店它可能为了压缩成本，又为了满足大众化规模的供给需求，它多多少少可能会用一些不太好的原料去做茶底。那成本必须低了之后，品质就不可控。它唯一的一个在传播方面，我觉得很要命的一个弊端，容易让年轻人觉得茶它就这个品质了。我一般不把它当成茶叶来吃啊，这饮料啊，它跟文化没有很大的牵连，我是把它当饮料看。会对茶的原料参差不齐，它已经参差不齐了，这个要说实话，它已经参差不齐，甚至我们现在国内这个供到这个我们的新中式茶饮的这种茶是不够的，我们都已经向非洲去进口了。本来其实你想想看，金字塔尖的那点茶就这么多，那如果要扩大市场，产量又跟不上，它就会把下面这一层也说成上面那一层，就会出现这种信息的误导，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无意的。这种有意的可能就是会是利益的驱使。喝传统茶的人是他会觉得，我不是在喝这个说所谓的创新，我是要喝它的历史，所以是还是会有冲突的。From handcrafted to industrial feedstock, the tug of war between speed and slowness pits efficiency against artistry. When machines replace hands in roasting tea, what might be lost is the passage of seasons in tea. 那您觉得这种新中式的奶茶呀，或者瓶装茶，会对我们茶的传播有作用吗？出现一种，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其实感觉是作用不大，因为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更加商业化了吧，因为它的目的是盈利性会强一点。我说实在，我不认为新中式茶饮是对茶文化的传承。在资本的加持下，很可能导致销量很高，但是新中式茶饮并没有传播茶文化的本身。讲的偏激一点，就是有其形但无其神，就是它保留了茶这个东西，
但是它的内涵、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层面，可能目前来讲还流于一个表面。喝奶茶的跟我们冲泡茶叶的，它两者之间，一个是非常传统的、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那奶茶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底蕴它不够。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奶茶它就是茶文化，那就不行，就不能代替茶文化，它只是属于它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子发展下去，可能人们对茶的文化的认知就只会停留在拍照和打卡上。那你说本末倒置那是绝对的，可是现在我觉得在国内这就是流量就是王道。你看现在很多的新中式的茶饮，在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的火，但他们死得又非常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在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茶是怎么来的，不了解这个文化的背后的时候，你如何去做创新？没办法。Is breaking boundaries a surrender of craftsmanship or a rebirth of a new culture? In this era, behind the hype, is this new paradigm or consumerist spectacle? 我觉得好的创新一定要插上传统的翅膀。做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先学习好文化，先把种子埋深一点，先把根扎得更深的土壤里面去吸收它养分，我们才能向上生长的。例如说你霸王茶姬也好，喜茶也好，你不可能说抛离我们传统的茶文化去跳脱去做一款奶茶。你说的奶茶都得有一个根基，我们认为的说资本的推动，或者说对茶文化的一些商业化的运作吧，就是在对我们文化的宣传。你要硬邦邦的跟大家说茶文化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但它一定有一个过渡期。文化要输出，一定要有经济，一定要有商业。商业的东西，它一定要跟文化一起走，是一个平衡螺旋式的一个发展。Perhaps the emergency with fashion does not mean betrayal to tradition. Rather, it represents another way of innovation. Some rush past, some pause to listen. The story of tea. 奶茶有他们的好，我们有我们的好，但终归绝底，他们的背后都是茶，所以它都是一种文化的输出。当它变成鸭屎香奶茶，或者是去到喜茶、去到奈雪的茶之类的，就是流行的茶饮品牌，其实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潮汕单丛。这个茶的文化就微微的一些就已经植入他的心里了，那它慢慢的在潜移默化的，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它就会开始生根，会开始发芽。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新式的中饮或者网红的空间，给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过渡带来一个更好的一种体现。肯定会有经过各种绕弯路的过程，路该绕还是得让它自己绕，绕一绕它才会发现说其实哪个方向会更适合。Innovation may be the first step of rebirth. It might seem fledgling, but it brings a new chance for possibilities. After all, profound understanding begins with a fleeting touch.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hird r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thrusts tea into a noisier battlefield. In an age ruled by attention economics, where mass information and cloud rules reshape cultural spreading, we're lost in a jungle of data symbols, where flow becomes the new totem. Fragments of culture scatter like stars in the sky in a digital wasteland. 我觉得互联网让茶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大众化了，通过互联网的媒介，让茶在不同平台上海量的传播，快速的传播。现在你信息很广啊，以前其实很封闭嘛，那你现在的网络也好，你可以查到资讯是特别多的，所以就会大家会对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的认识，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对话者，所以我觉得是放大了我们本身文化的这个势能。它对于茶我觉得是一样的，它既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引导，然后和传播，但是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有一些商家或者视频号为了流量去做一些信息的误导。
宣传的太多错误的信息，特别的多，以及越错误的东西，或者说越不严谨的信息，它反而传播的广度深度是更高。我觉得一个就是价格，然后有一些它就会给人一种原来这个东就是茶就是不需要那么贵的，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误区。比如说像鸭屎香，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廉价的茶，但其实是我们真正的鸭屎香，它有分很多等级，它有上千的，有几百的，不到300块钱就可以喝出3000块钱的一个提。更多的视频是迎合大众的口味跟需求的，他们完全可能就是披着一个茶文化的外衣，但内心一点不了解茶文化。在沏茶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夸张的表现形式，画面做的非常的有科技感的，什么把盖碗打开，水什么角度注进去，然后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啊？就感觉好像大家泡茶都是那样。还有什么泡进去之后一定要什么翻江倒海，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这种引导其实很要命。其实我不知道这种是否真的在我们日常泡茶当中会体现那种很花里胡哨的那种泡茶方式。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学生的存在，他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视频，觉得好炫酷，我想学茶，然后那个人来找你学茶，你要去扭转他的认知是非常难的。像我们这些喝茶小白，本来对这个茶就是未知的一个情况和状态。那如果说它传播不全面，我可能就接收到错误的信息，从而对茶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那我就越来越不喜欢茶。那怎么办呢？我能改变什么吗？没办法。所以这个时代，一个互联网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坏的一面。When culture is reduced to photo check-ins and top selling, the breadth of Asian tea mountains is compressed into live stream flash sales. As tea culture is demoted to a fast-moving commodity, it turns into a symbol of internet data. When data dominates the consumption of tea, and algorithms dissect its aroma, the end of the world will be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or a new balance of cultural and consumerism.你一样东西想要它有价值火起来，有人去为它付钱，对吧？那它一定就会变成商品做一个符号。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这是最快可以看到效益的一个方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商业冲突，就在于懂茶的人，我知道一定要转化了之后对人体的伤害或者是对人的健康才会是有好处的，但是市场它就是要那种，我得那么去做，我才能换钱回来，这个蛮强烈的。The same tea leaf. Some temper its soul with charcoal fire, others price it with algorithms. Handmade and machine production, auction house and live streaming, expert and influencer. Who defines good tea? Capital, algorithm, or tea itself? When the power of defining good tea shifts from farmers to capital and algorithm, are we drinking tea or the desire of consumerism? 我觉得销量第一的，性价比又高的啊，茶的话这么的深无底，不就是一片树叶吗？哪有那么贵啊？所以每个人认知不一样。我觉得这种观念他们可能会越行越远，导致中间会有一个认知的断层和鸿沟出现。这个社会就存在分层，毋庸置疑的，不能只是说茶，任何的行业都是的。行业的趋势，而且文化的东西要真正做到沉淀下来很难，只能是在上层的时候就已经被淘汰。文化就是上层建筑，它就是一个金字塔的顶尖的东西，少部分人才会去喜欢它，会去享受它。没办法，没有办法，没办法。As capital enshrines premium teas, and data ranks culture by top-selling table, an invisible cultural barrier is built among people. When algorithms fracture traditional tea culture, generational rifts widen silently in teacups.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 culture in society splits into two worlds.
cultural alienation mirrors the material age's crisis of spirit. In symbolic consumption, do young crowns in tea spaces truly crave tea, or just a fantasy of slowness in lif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poetry, how do we find ourselves?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面，喝茶的这种慢，也是让我对快时代和节奏的一种反抗。肯定，如果快生活的节奏嘛，就没有这种慢生活的这种感悟嘛。那慢下生活下的这种喝茶啦、喝咖啡啦，都是很好的一种享受方式。比如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潮州，都会觉得说潮州的节奏很慢。我觉得喝茶也是像我们潮州人生活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是我们慢生活的一种反应。When tea is no longer a drink, but a lifestyle. When people gather in tea spaces not for tea drinking, but to reclaim the right to waste time. In this dance of fast and slow, some still awaken tea leaves with boiling water, interrogate time with charcoal flames. A cup of tea, thrice boiled and thrice sighed, it is an art and a quiet revol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speed. 我以前只觉得茶就是茶，我们没有知道它赋予人什么。就像我现在新的这些茶，我觉得哇，原来它可以药食同源，原来它可以让人的身体很健康。以前我就觉得它就是一片树叶。此时此刻，我喝这杯茶，我是开心的，然后从心情上面去引导我躯体一些数值，或者是说健康指标的一些变化，更趋向于健康的状态。有些时候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的，你的本意可能是觉得说，哎，我是为了说这样子才去做了这件事情，但由于太快了，你反而忽略了更多身边人的感受。茶让你慢下来的时候，是值得让你能够再思考更多的事情。Two millennia passed. As we gaze into teacups, the brew mirrors the anxieties of our fast-past era, the absurdity of capital and internet, and humanity desperately search for balance. 我觉得茶是一种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可快可慢，取决于人们想要什么。比如说，当我想去点一杯茶解渴，然后在这儿修一下脚，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快的。但是呢，当我想自己思考一下，或者说想跟朋友去长时间聊一下，这个时候喝一杯茶会给我带来一种静下来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跟朋友喝茶，那无非就是聊天，然后谈未来、谈理想，我觉得两者都别有风味。在我认为，在行茶的过程，它就像一个打坐，是在内观，是在看自己。甚至我就觉得它是我日常不可缺少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祖训，我们真的一直都在靠它们去生活，所以就是也延伸到一个万物共生。所以对于我而言，泡茶是艺术，它是在让我通过我的表达去让你们理解我眼中的美是什么。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艺术，我为艺术而活着。对。When we speak of tea, what do we truly want to express? A lament for the past or a compass for tomorrow? The answer ripples in the brew, where leaves return to earth and time begins anew.